摆摊卖章鱼小丸子，每个顾客我都叫宝宝。校霸来光顾，你怎么不叫我宝宝？他也好这口吗？从此校霸每天都来，还蹲在旁边数我叫了几个人宝宝。后来那些来买的人都不让我叫他们宝宝。晚上没课的时候，我就喜欢在校门口摆摊卖章鱼小丸子，也不是差钱，摆摊纯属爱好。旁边是个卖手打柠檬茶的，他也是第一天摆摊，我没开单，他开了一单。没办法，我太渴了，甚至自己还吃了2份章鱼小丸子。第一天摆摊以失败告终。摆摊第2天，我大胆吆喝，帅哥美女来份章鱼小丸子，专业品质。此时迎面走来一个美女姐姐，不是，她怎么看了一眼就走了。美女，别走，动作太大。摊倒了。第2天摆摊以超级失败告终。我不是一个轻言放弃的人，果断去找网上的探店视频学习。我发现不少都是靠叫宝宝来拉生意的。OK 啊，不就叫宝宝吗？多大的事？我势必要成为这条小吃街最大的大佬。我摆好东西后不久，就有一个小姐姐过来了。我立马开口：宝宝，要来份章鱼小丸子吗？只要6块。姜都是刚调好的，章鱼粒也是比较大的哦，宝宝。小姐姐被我喊得有点不好意思，给我来1份吧。好嘞，宝宝。芜湖喊宝宝真的有用。后面又走来了几个人，我看谁都是一次顾客。我是一个章鱼小丸子，有一天我被宝宝吃掉了，又来了几个小姐姐，老板要2份章鱼小丸子，我喜上眉梢。好嘞，宝宝。一个小姐姐打趣我道：老板，你怎么叫人家宝宝？跟甜妹打交道，我擅长啊。怎么了，宝宝？你不喜欢吗？没有啦，死鬼。章鱼小丸子做好后，我就递给他们。宝宝的章鱼小丸子好了哦，小心拿好，小心烫哦。刚才打趣我的小姐姐又说话：宝宝，每个顾客你都叫宝宝吗？对的哦，宝宝。我明天还来光顾你，等你哦，宝宝。第3天摆摊首次成功。我每天都会把我的摆摊日记发布到知乎上。3天以来，我有且只有1个粉丝，每次发完他都点赞。这天我去到摊位的时候，看到排满了小姐姐，我好气问道：你们是等我的吗？他们异口同声：对哦，在等你哦，宝宝。芜湖。我就说这个世界上真的不能没有女孩子。我门前的人流量羡慕哭了隔壁的柠檬茶摊。我一个个给小姐姐们做好他们的章鱼小丸子。宝宝，你的好了哦，你的也好了哦，宝宝。宝宝，你的马上就可以了。我的宝宝叫了一句比一句顺。这时，我的小摊迎来了第一个男顾客，居然是我们学校的校霸季野。他五官如雕刻般，有棱有角的脸庞，真的巨帅，就像小说里走出来的男主。可惜有点暴力。他充满磁性的声音传来：来10份，10份，这么多。我一时愣了神。他敲了敲我的头，发什么呆？哦，不好意思，马上做。他要的有点多，要做一版新的。要等10分钟，可以吗？我专心致志地做着章鱼小丸子，总感觉有道炽热的目光一直在我身上。过了一会，我打包好递给他，可以了，欢迎下次光临。季爷挑了挑眉，难掩失落，你怎么不叫我宝宝？他也好这口吗？我还没试过当面叫男的宝宝爷。我耳根微红，宝宝。季爷嘴角微微勾起，10份章鱼小丸子，是不是应该叫10句？确认过眼神，就你不是人。梁叔忍住，他是顾客还是校霸？咱扛不了他2拳。宝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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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宝宝。我一口气喊完，在心里数着数。季野轻笑出声，目光中带了一丝玩味。你喊多了一句，我不爱占人便宜，还你。宝宝，这人还挺讲究。第4天摆摊非常成功，还迎来了校霸。我更新了摆摊日记后，我的铁粉首次评论了：来自星星的你，男的你也叫宝宝吗？我想了想后回复：要发大财，何须拘于小节？我成功的垫脚石罢了。来自星星的你，你好像不是很喜欢今天的男顾客。500字的小作文就用10个字带过他。校霸，谁敢喜欢？我是能打还是能扛？我确实不是很喜欢，长得这么帅，亲个嘴都不给。来自星星的你，我去到摊位的时候，已经排成了2位数的人。隔壁柠檬茶摊羡慕的泪水从嘴角流出来。山高路远，总有人为宝宝而来。宝宝们稍等哦，马上就开摊了。今天不只有女顾客，也迎来了首批男顾客。宝宝，加什么酱呢？你的章鱼小丸子好了哦，宝宝。我熟练地递给顾客。欢迎下一位宝宝哟。我看了一下，排到男顾客了。等了一会都没人出声。我抬头一看，是季野。这货吃上瘾了，还插队。对上季野，真有点紧张，真的好怕他揍我。宝宝今天要几份呢？季野挑着眉，你宝宝怎么这么多？你是开幼儿园的还是卖小丸子的？哈，我不是很明白你的意思哦，宝宝。还有多少份？我全要了，还好经历过昨天的情景，我现在有经验了。我把限购5份的牌子摆出来。季野眸色渐沉，那就5份了，还好还好，我真的怕他一气之下砸了我的摊子。
宝宝，你的章鱼小丸子好了，宝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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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季野拿着东西，气冲冲走出队伍。下一秒，我就看到季野坐在椅子上，旁边还有2个小弟给他扇风，而他则拿着一个小本本在记东西。季野的目光一直停留在我摊前的队伍中，吓得大家都不敢来买了。我决定找他理论。季同学，你在我旁边这样盯着我的过客，有点不太好哦。季野扫了我一眼，眼神愚蠢。为什么？还能为什么？怕你呗。你心里就没点逼数吗？就是我支支吾吾，不敢明说。季野打个响指，小弟立马给他送来一个箱子，箱子里的是青蛙人偶服。然后季野就在我的注视下套上了青蛙人偶服，这样行了吧？第5天摆摊已提前收摊结束，现在我的摊子已经小有名气。我一去到就目测了一下，有超20人在排队，还看到校霸在维持秩序。你干什么？别插队，回去重排。你小子离那女生那么近，想吃豆腐啊？往后站点！他真的，我哭报复。他人还怪好嘞。我一开摊，季野就排到最前面了，要5份。好的，宝宝。宝宝，你的做好了，宝宝，宝宝，宝宝。季野接过袋子，建个微信群吧，有什么在里面通知。这个想法好，那我们大家面对面建群。眨眼间，15个人加入群聊。季野不经意看了看我，哪个是你？那个叫爱因因斯坦的，是我。我后面声音越来越低，早知道不改这名，让人有种莫名的羞耻感。季野一贯冷峻的脸上浮现一丝浅浅的笑意。爱因因斯坦，继续卖你的小丸子吧，你可以叫我梁叔或者老板的，大可不必叫网名。季野拿着章鱼小丸子躺在了他的休闲区。是的，季野已经从普通的椅子升级到会摇的老人椅。他还拿着个喇叭替我吆喝：爱因因斯坦家的章鱼小丸子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。爱因因斯坦专业做章鱼小丸子第6天，品质保证，丸质鲜美。他真的，我哭死。只是你能不能不喊了？我本人还是想要点脸。我现在叫宝宝叫得越来越顺口了。宝宝，你的章鱼小丸子马上好。小哥哥调侃我，宝宝，看在我是你宝宝份上，打个折呗。季野突然大喊，那个卖柠檬茶的，给我来杯暴打柠檬茶。说完他又指了指我摊前正在等餐的几个人，要暴打那几个男的。季野的话一出，小哥哥瞬间闭了嘴。他真的人怪好嘞，知道我不想打折，怕我拒绝不了。我瞅了瞅隔壁的柠檬茶摊，确实有点冷清。我吆喝了一句，旁边的手打柠檬茶我喝过还不错，宝宝们可以看看。柠檬茶摊摊主感激地看了我一眼，深情喊道：爱因因斯坦。柠檬，我回应了他一句。他冲过来握住我的手，深情地看着我。爱因因斯坦，以后我发达了，绝对不会忘记你。有我一碗饭，就有你一个碗洗。突然有什么东西砰了一声，是季野一脚踩空，不小心从椅子上摔了下来。季野大喊，那个卖柠檬的，再来10杯暴打柠檬茶，暴打你的。柠檬茶摊主一脸激动地跑到季野的面前，真的吗？10杯吗？季野不耐烦瞥了他一眼。得到答案，柠檬茶摊主又激动地跟我击掌，爱因因斯坦，我做到了。妈妈呀，你儿子出息了，接了个大单，这小子憨憨的，真可爱。季野的脸色更难看了。第6天摆摊超级成功，还带动了隔壁摊的发展。我在知乎更新了我的摆摊日记，我现在已经是钮祜禄章鱼大佬爱因因斯坦。家人们完蛋了，这次来自星星的你没有在第一时间点赞，他不爱我了吗？他成为别人的榜一大哥了吗？我犹豫地点进他的主页，给他发私信，我最近过得怎么样？大小便还正常吗？就在我即将把私信发出去的时候，看到了后台提醒的来自星星的你点赞提示，我连忙把私信删了，结果一不小心按成发送，来自星星的你正常。我的直觉告诉我，他在骗我，他不好意思说实话。别害羞，便秘很正常，像我这样的美女也会便秘，便秘无罪。来自星星的你，我谢谢你。我这个人最大的毛病就是太善解人意了，忧他人之忧。今天我去到的时候，摊位被占了，我看了一下附近，就只有垃圾桶旁边的位置可以摆了。我的忠实粉丝们在跟摊主理论，这个位置是我们爱因因斯坦的。就是我们宝宝都摆这么多天了，占位的水果捞老板不屑地看着大家，这个位置又不是他买下来的，也没写谁的名字，谁来得快就是谁的呗。确实，他说的让人无法反驳，很有道理。我最心爱的甜妹小姐姐说话，可是我们早早就在这里为宝宝占位了，你比我们来得晚。水果捞老板赶着大家走开，别妨碍我做生意，这个事没谁对谁错。这块地算是公共区域，你可以在这玩，或者在这摆摊。我清了清嗓子，宝宝们，那今天就先不摆摊了，大家跟戏精似的，哭着喊着。爱因因斯坦，爱我别走，宝宝，不要离开我，我没你不行的。即将没有宝宝的第1秒，已经开始想宝宝了。我抽了抽嘴角，你们要是实在想我，可以群里发消息，我还活着，没必要。这时季也走了过来，他拿着一份 A4 纸走来了。这是我家在学校后门那家糖水铺，可以划一大块区域给你使用。说完，他就把纸张递给了我。
是一份保证书，上面明确写着一天只收10块，而且只算我使用的天数的租金，不以任何理由收其他费用，包括并不限于水电费、桌椅费。季也带我去看店，豪华装修，还有空调。我没忍住直接问：你是来做慈善吗？没事，这个店是卖着玩的，没想赚钱。糖水会继续卖，店铺的证照都是齐全的。你还可以搞活动，买章鱼小丸子送糖水，你怎么开心怎么造，一切我买单。季哥，不是季爷，从此你就是我的神。第7天摆摊晋级，有了一个遮风挡雨的地方。我刚想准备摆摊的食材，舍友看着我，叔叔，今晚有联谊会哦，你不去？我不以为意，不就一个联谊，哪有赚钱重要？可是全都是1.8米，有腹肌的帅哥哦。摆摊暂停，我去联谊。我美美的化着妆，准备晚上迎接我的腹肌们，不是朋友们。正画着眼线，来电话，我瞅了一眼，没备注的，不认识的，一律当骗子处理，真当我反诈挨了下架的。挂断，又打来，我手一颤，眉毛歪了。靠！我立马去网上找个车祸的声音，气死姐了。我接通了电话，抢先开口：爱国，没钱，救我妈，报答，没事，撕票吧。说完就播放了车祸发生的声音。正准备挂掉，一气呵成，话筒里传来声音：梁叔，这个声音怎么有点耳熟？季野，知道是季野后，连带着他的声音都好听起来了。多么富有磁性的声音啊！他可是我的神啊！你今天怎么还不来？我有事，我在群里说了休息1天。没不舒服吧？I'm fine， 今晚我还要大展雌风呢。我跟舍友去到现场的时候，我震惊了，头一次见这么多帅哥，我心动了，一次对5个男生。这时一阵风吹过，啊呀，我弄了半小时的发型，男人乱我心我不在意，但刘海别乱行吗？没过一会，走进来一个小哥哥，是我摊子的忠实粉丝，不到2分钟，群就炸了。一个顶着西瓜超人头像的男 ID 在群里说：姐妹们，你们肯定不知道爱因斯坦现在在干嘛？一堆人回复他在干什么？快说啊，我宝宝到底在干嘛？西瓜超人在联谊和我想冲过去让他撤回，结果我不小心点成删除了。我季野发消息并艾特了西瓜超人，季野30秒内把事情说清楚，不然你绝对死定。不对劲，我感觉气氛有点不对。我紧张地喝水，只是为什么这杯水这么苦，还很涩？一杯下去，我倒。我迷迷糊糊地看到走进来一个人，我摇摇晃晃走到他面前，抱住他：老公，你怎么才来？家长会都开完了，你儿子数学又不及格。那傻小子算出来老爷今年18岁，对我抱着的人有点僵硬。老公，儿子，我抱着他的手更加用力。老公，要不我们生个2胎吧？这个娃真的太笨了。生2胎？什么时候生？我一回头，看到好多小芋圆、小珍珠盯着我们。季野大手一挥，把我抱了起来。我不满意他的抱姿，不要这样抱，我是奶茶，要洒了。珍珠芋圆们齐刷刷瞪大眼睛看着我。奶茶是不可以被看的。我把脑袋躲进季野怀里，季野温柔地哄着我：小奶茶乖，我把你送回宿舍。他扫了一眼我的舍友，他只能认命跟着我们走。他的声音好好听，就像我的神一样。一觉醒来头好痛。我舍友跟我说昨晚发生的事。不可能，我不信，我一口否定。这么丢脸的事绝对不会是我做的。污蔑、造谣、诽谤，我的律师呢？下一秒，我的舍友就把视频甩我脸上了。视频是我在宿舍楼下，非要拉着季野陪我一起跳双人舞。这个视频刚好拍到我的正脸，连我的声音都如此清晰。1、2、3、4，左3圈，右3圈。2、2、3、4，合上掌，转个身。3、2、3、4，走上前，抖个腿。好的，宝宝，跟着我再来一次。季爷，我的神，你辛苦了。叔叔，你现在是学校大红人了，你的跳舞视频在贴吧、朋友圈传爆了。我舍友激动地握住我的手，恭喜我。叔叔，你红了，扶我一下，我有点想死。我看了一眼群消息，999条，不看也罢。我以最快的速度点进我的群，发了一条消息：爱因斯坦今天暂停营业1天。仅1秒就10几条艾特我，不管，装死到底。我打开知乎，看到了来自星星的你的私信。来自星星的你，我可以请教一下追女生有什么秘籍吗？问牡丹的我，你礼貌吗？只有丑的才谈恋爱，我们美的都卖空调。我回他喊宝宝。来自星星的你，这不是摆地摊的方法吗？好方法都是通用的。来自星星的我懂了。然后我就收到了季野的微信好友申请，我带着疑惑通过了。季野，宝宝，你好点了吗？好油，他怎么也搞叫宝宝这套了。季野，宝宝，你还想跳舞吗？想的话我陪你。你知道我为什么不爱笑吗？因为我生性就不爱笑，我生怕他再发来什么尴尬的话。我回他，昨天谢谢你啊。
谢谢你没有一巴掌拍死我。来自星星的你又发来私信，叫宝宝好像不管用。来自星星的你，你喜欢什么样的男生？找个模板参考是吧 ？OK， 我最乐于助人。我想了想，我身边最帅的人好像就是季野，最有钱的人也是季野。更难得的是，他作为校霸，一点校霸的架子都没有，多次给我帮忙。长得帅又有钱，人还好，这样的男人，女人应该很难拒绝。就是不知道腹肌有几块，这对我真的很重要。我从贴吧上找了一张季野的帅照，发给来自星星的你。我至少要像他这么帅吧。本来想休息，架不住同学们的热情，我还是摆起了我的小摊。当一个爱好变得不再自由，我就不那么喜欢了。摊前来了几个社会大哥，那气势看起来就很吓人。他大声喊着拖鞋，把脚搭桌子上，给哥来3份，顾客们都嫌弃的起身。说真的，那股味隔3张桌子都能闻到。我战战兢兢走到他面前，大哥，你可以把鞋穿上吗？我们这里不让脱鞋。大哥拍了一下桌子，暴躁起身，什么？再说一遍，妈妈呀，我怕。他的拳头沙包那么大，我吓得腿软。大哥，你别激动，我大哥也是混你这行的，他叫季野，不知道你听过没有？大哥眉头皱了皱，这家学校的那个小霸王啊，对，认识啊，认识就好办了。大哥变得更生气，拎起椅子就想对我砸起来。那正好，我跟他的仇找你报好了，不痛。季野替我扛了一下，然后把椅子夺走摔地上了。他眼中带着几分怒意，眸光冷冽。季野来了之后，3位大哥没刚才那么嚣张了，想上又不敢上。季野的黑眸满是冷酷的锐气，一个人震慑住3个人。报警！报警！我抱住了季野，不是抱我，是打110，你躲远点。大哥想跑，被季野在门口拦住。大哥恶狠狠瞪着季野，你小子最好不要作死，哥可不怕你。季野眯紧了眸子，上次1打3，让你们侥幸跑了，这次你们好好去里面待着吧，动静太大，就连附近的商家也都过来围观，这3人想跑也跑不了。最后这3人被带进去喝茶，我跟季野跟着去做笔录。出来后，我关心地看着季野，你有被伤到吗？我说完就伸手去扒他的衣服，不亲眼看看我不放心。他是真的挨了一椅子。别担心，我没事，就是胸口不舒服，胸口不舒服。我摸了一下，蛮舒服的呀。呸，梁叔你在干什么？人家为你伤，为你扛，你还占人便宜。不会是胸口疼吧？走走走，去医院。最后季野拗不过我，还是去了医院，挂了胸外科门诊的号。到我们的时候，医生，快看看他的胸。季野轻笑出声，揉了揉我的头。宝宝，你去外面等我吧。讨厌，怎么摸人家的头啊？我发现季野今天很喜欢叫我宝宝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他叫起来总感觉酥酥麻麻的，就像有什么东西在心上挠痒一样。走吧，宝宝。一路上我偷瞄他，怎么可以这么好看？他微微侧过头，我们四目相对，我的脸瞬间红了。季野嘴角扬起一抹淡淡的笑容，宝宝害羞了，救命，别再叫我宝宝了。到底是哪个王八蛋开启他叫宝宝之路的？你跟那3个人有什么过节呀？他们让小学生交保护费，我看到了，揍他们一顿，想送警局，被他们跑了。看不出来你还正义感爆棚。季野嘴角的笑意尚在，我是好人啊，对，你是阳光开朗大男孩，至少我认识的季野跟传闻的冷傲不可一世，桀骜不驯不符。宝宝，回去还摆摊吗？今天的食材还没卖完，别浪费。那我给你打下手。好，我跟季野的关系发生了奇妙的变化。从医院回学校的路有点远，我走不到了。季野，我想打车，打了5分钟都没人接单。宝宝，我抱你回去。说完，季野把我抱起了起来。啊！猝不及防的我尖叫了一句，这样不好吧？还是放我下来？没关系，我每天都会跑个3公里，现在才2公里。你每天运动，那你有腹肌吗？有啊，宝宝，你想看？回去给你看。好啊，好啊。说好就不许反悔。我头一次觉得宝宝这个词真的不能乱叫，容易让人燥热。以后还是少叫点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回到店里重新开张，我做章鱼小丸子，季野在旁边打包。有个下属的感觉真不错，有小工的老板才叫老板嘛。只是今天的人很少，就像回到了摆摊第3天的人流量。问了一下才知道，是大家都被下午的事情吓到了，不敢在这吃了。难道我的千秋大业就此毁于一旦吗？不，我不甘心。我就是那个天选的章鱼大佬。季野看我烦恼着，大气不敢喘一下。宝宝，我有办法。我眼睛瞬间亮了，凑近他。什么？季野淡淡开口。我找几个男生站在这里，目的是保护女生的正常用餐。他观察了一下我的神色正常后，继续说，我叫的都是帅哥，还能吸引别人来用餐，这个方法好。我忍不住给季野伸个大拇指。我目光停留在季野身上，其实我也有个办法可以配合你的一起使用，只是你说吧，宝宝，我一定帮你做到。季野静静等着我的回答。我有点不好意思开口，你不是有那个青蛙人偶服吗？
我穿上它帮你揽客，真聪明，一点就通。穿上青蛙人偶服的季野看起来更眉清目秀，莫名喜感，好想贴贴。就是不够肉，胖青蛙更可爱。不到半小时，两边各站了4个帅哥，个个颜值都不低。芜湖爽的起飞，我看得正起劲，季野挡住了我的视线。你别看，我不服，凭什么？我是老板爷，有什么不能看的？他们没我帅，他们加起来就比你帅了。季野冷眼扫过他们，他们瞬间齐刷刷喊：季总最帅，季总最帅！好独特的企业文化。这时还来了一个老熟人，爱因因斯坦总。柠檬总，欢迎欢迎！柠檬摊主一脸羡慕，贵公司真是不断壮大。哪里，柠檬总过谦了。两位老总历史性的碰面，让人激动的握手。天色渐黑，气氛到位。我放上了一曲 DJ， 我蹦蹦跳跳拉着季野，想让他跟我一起舞起来。来，让我们一起摇摆，一起摇摆。嘿嘿，左边跟我画个龙，右边画一道彩虹。哇哇动起来！我们是街上最靓的仔。季野一开始还有点放不开，在我不断推拉下，他已经沉迷其中了。我的章鱼小丸子打响胜利的第一枪，走出这条街，迈向隔壁街，看着座无虚席，真的感慨万分。从最初的无人问津，到今天才用了1周多。感谢爸爸妈妈，感谢爷爷奶奶，感谢 CCTV， 感谢 MTV， 感谢 TVB。当然，这其中离不开季爷，我的神的鼎力支持。哦，对，还要感谢来自星星的你一路支持，感谢柠檬总的衬托。我真该死，我居然差点忘了感谢之虎。第8天摆摊大升级，我已经嗅到了成功人士的味道。随着我的爱因因斯坦店的走红，连带着我醉酒跳舞的视频又爆火了一次。我现在走在路上都是被指指点点的状态。你看，他就是跟季野一起跳舞的人，胆子好大呀，敢招惹季野。听说那个什么店还是他跟季野一起开的，真是什么锅配什么盖。看他就不是什么正经人物，说不定就是图季野家的钱，故意接近，好气，真的好想撕了他们的嘴。我笑嘻嘻走到他们面前，啊，是吗？你们说的都是真的吗？我当着他们的面给季野打个电话，电话很快被接通了。那头传来温柔的声音：宝宝，有什么事吗？我余光瞥向那些人，没什么，就是别人说你是坏人，我跟你一起玩，我也是坏人。季野那头的声音变得急起来：哪个王八蛋说的？老子找他算账。我安抚他，别急。还有人说我是图你钱，宝宝，钱是不管你图不图，我都会给你的。老子最不喜欢的就是这东西，俗气。嚯，我也不喜欢钱。我又瞄了瞄那几个人，还有人说我话还没说完，他们就开口了：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说你和季野坏话的。对不起，我再也不说了，我知错了。我哦了一声，然后走开了。一路上听到最多的就是说我跟季野走得这么近，会不会是情侣？我跟季野走很近吗？因为晚上要开店，所以晚饭基本都是跟季野一起吃的。好像确实跟他相处的时间超过我跟其他人的好多。对，他只是朋友嘛，说出来狗都不信。越想越烦，我打开知乎更新了我的摆摊日记。好像喜欢上自己的搭档怎么办？我刚发完来自星星的你就发来私信。来自星星的你，你喜欢的是柠檬还是这关柠檬什么事？看着来自星星的你跟我一样的 IP 地址，我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。他不会是柠檬吧？我摆摊的第一天只认识柠檬，我发的第一次日记他就在。错误的萌芽要及时扼杀。我回他，我心里已经有人了，是季野。来自星星的你，我不信，这小子怎么不到黄河心不死呢？我真的喜欢季野，我从医院那次就喜欢他了，我打算过段时间就跟他告白。来自星星的你，不行，你不能跟他告白。他急了，你实锤，就是他。啦，马上就暑假了，即将结束每天被催着开店的悲惨生活。由于我识破了柠檬的身份，我现在看到柠檬都觉得尴尬。柠檬看到我来就露出了一个笑：爱因因斯坦，我有话想跟你说，要告白了，别说啊哥，我们好好做朋友。我假借干活躲开，他穷追不舍，我真有话要说，我逃，他追，我插翅难飞。最后我忍不住，我大吼：你死心吧！我心里只有季野。嚯！一瞬间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我身上，包括季野的。季野的脸倏地一下就红了。柠檬一脸懵逼看着我：你心里有谁？关我屁事！咋回事？剧情不应该这样发展的吧？你不是要跟我告白吗？柠檬耸耸肩：我又不喜欢你，为什么要跟你告白？我立即掏出手机，打开知乎跟他对峙。直到我确定来自星星的你真的不是他，我大型社死现场，家人们谁懂啊？只是季野的表情怎么也不对劲，好像是心虚。我凑到他面前：季野，你咋了？季野侧过脸，不跟我对视。没什么，替你尴尬。哇，他真的，我哭死。我抱着季野哭唧唧：那我们一起来抠芭比城堡。他人真好，没有推开我。甜妹小姐姐来问我：宝宝，你现在怎么不叫宝宝了？自从我跟季野搭档后，就没人让我喊宝宝了。
因为季也会抢着叫，他们不敢承受这份殊荣。我回忆小姐姐甜甜的笑，你想让我叫你，我还是会叫的哦，宝宝。小姐姐红着脸走开了，讨厌。回到宿舍，我就在思考，难道来自星星的你不是现实的人，真的就只是一个网友？第9天摆摊以社死结束，学生会组织了王者争霸赛，可以自由组建队伍参加。我们爱因斯坦当然要参赛，借此打响校内的名气。季也带着我们店的那几个帅哥保安参加，我不想参加，我自己几斤几两，我心里还是有点逼数的。但是季也坚持，宝宝，这个队伍不能没有你，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那肯定是真的没我不行。我就知道地球没我照样转，不过是硬撑罢了。我跟他们约好一起开黑，提前配合默契，结果那几个人都临时有事，只能跟季野双排了。我看了一下季野的主页，好多小国标，李白、晋、花木兰、公孙离。我看了看我的历史战绩，15连败，又是王者峡谷容不下我的一天。我拿了个瑶妹，太久没玩，拿个瑶妹练练手。季也拿了马可波罗。当我加载进入到游戏的时候，我感觉很不对劲。为什么韩信带的是斩杀？一进去上单就扣字，韩信我出一道题考你，已知我方韩信带斩杀，求我的心理阴影面积。好家伙，你是懂提问的。我发现我跟季也很有默契，他虐杀对面，我自己会死。他嘎嘎上去，我水晶看他。我长不胖的原因，大概就是我比较菜吧。一局游戏毕，身心俱疲，不来了，真的不来了，饶了我吧。季也笑了笑，宝宝，你这就不行了，真不行了。东皇不停朝我身上扔煤球，王昭君疯狂朝我扔雪球，铁打的身体也扛不住。季也，你带他们玩吧，快乐是你们的，我不配，注意安全。很快就到了比赛那头，我坐在观众席看直播大屏幕，我们的队伍一路过关斩将。到了4进2赛局，季也拿出了他最拿手的镜子，可惜最后上单掉了1波点，我们只拿到了第3名也不错。我朝继续竖大拇指，用口型说好棒。季也下场就跑过来抱住了我，我回报了他。他身上好香，该死的男人诱惑我。我突然想起来，他上次好像说要给我看腹肌，看看腹肌。季也环顾了一下四周，人多，给大家看看怎么了，又不是外人，都是同学。季也按住我不安分的手，宝宝听话。他的宝宝真的叫得好酥。我靠近季也的耳边轻声道，季也，我喜欢你。说完我就放开了他。季也一时愣住，憨憨待在原地。过了好一会，他才回过神来，宝宝，等我来告白，别人有的意识你也要有。这该死的男人狠狠拿捏我的心。那你要浪漫一点哦，我喜欢浪漫。好，后天就放暑假了，今天是这学期开店的最后一天。我去到的时候，门口围满了人，人群中不知道谁喊了一句，爱因斯坦来了，快让让。接着大家疯喊，都让让，爱因斯坦来了。很快我面前就开出一条路来，店里放满了粉玫瑰和玩偶，连灯光都是粉色的，好美，就像在粉色的童话世界里。季也抱着吉他坐在了中间，轮廓完美的无可挑剔。看到我的那瞬间，他拨动琴弦，少年好听的歌声缓缓传来。我想说，其实你很好，你自己却不知道。打从心里暖暖的，你比自己更重要。都可以随便的，你说的我都愿意去，都可以是真的，你说的我都会相信。此刻我怦然心动，季野的眼神里满是爱意，眼球倒映出我小小的身影。梁叔，你第一次摆摊我就看到了，我当时在想，怎么会有这么笨笨又可爱的女孩子？于是我一路关注，慢慢就不只是留意，而是只想看你笑。只要你要，只要我有，我想我知道来自星星的你是谁了。我抱住了他的腰，我比你更早说我喜欢你哦。围观的人在起哄，亲一个，亲一个，亲一个，亲什么亲？姐要看腹肌呢。我把季野带到了后厨，完事回到宿舍的时候，看到季野已经发了官宣朋友圈。季野，深深的话我们浅浅的说，长长的路我们慢慢的走，还配上了偷拍我摆摊的照片。我点开图片仔细看了看，好感动，这小子还会帮我 P 一下。我也发条朋友圈，我很喜欢你，像春去秋来，海棠花开。央视文案 YYDS 番外1，自从我怀孕后，我就很喜欢折腾季野。这段时间我居然爱上闻咸鱼的味道，每天都让季野去找不臭而且香的咸鱼给我闻，那种又香又臭的感觉好上头。这不嘛，我现在又让季野带我去新的地方摆摊，有新鲜感。季野在前面吆喝卖章鱼小丸子，我在后面闻咸鱼。老公，给我做份，我要吃。好嘞，宝宝。季野屁颠屁颠把做好的章鱼小丸子给我。没过一会，我又喊再做一份。来了，宝宝。我一边吃小丸子，一边跟季野聊天。老公，你最近有没有朋友要结婚？我想吃席了。季野蹙眉想了想，宝宝，有个马上就谈婚论嫁了，我去催催他，快点摆酒席。我老公真好，我老公是全天下最好的老公。
半小时后，季野一脸愁容地看着我，宝宝，我们要收摊了。我不解，为什么？季野碰了碰我的鼻子，宝宝，东西都被你吃完了，没得卖了。我不信，我有这么能吃吗？季野的视线转向我面前的桌子上，叠满了章鱼小丸子的打包盒。我怒了，季野，你什么是眼神？是我想吃吗？是你的宝贝娃要吃。季野唇边绽开一抹笑容，对，臭小孩净折磨我老婆，出来一定揍一顿。我哼着歌跟季野收东西，我是土土小淘气，面对世界很好奇。季野自然地接下一句，没走几步，我的眼神都亮了。我可怜兮兮地拽着季野的衣袖，老公，火锅，锅锅。季野担忧地看着我，你还吃得下？我点点头。季野揉了揉我的头，只能吃不辣的。好，芜湖，起飞，我等会在撒娇打滚，要吃微辣。异地摆摊第一天很成功，食材都清空了，还吃了顿好的，奖励努力的自己。番外2，进入预产期，我就每天抱着咸鱼吻。反观季野，他看起来真的很紧张，他每天都会检查一遍待产包，还一直喃喃道：一次性内裤带了没？带了。吸管杯带了没？带了。马桶坐垫纸带了没？带了。我的精神状态很好，季野多少有点孕期抑郁症。生娃的那天宫缩，我肚子疼。季野急得都哭了，边哭边说：宝宝，盖上被子就不疼了。生了，是个女儿。季野激动的一天说话说不利索。出去，不想看到你，惹人烦。3年后，季野非要带着3岁的女儿去店铺，在他爸的教导下，他3岁多就会做章鱼小丸子了。季野一本正经跟女儿说：宝贝，这家店可是你妈妈一手做起来的，都是她的心血。宝贝，女儿很严肃的点头，我会发扬光大的。很好，我很欣慰。我的宝贝女儿颜值超高，她往那一搁都能吸引很多哥哥姐姐、叔叔阿姨过来看她。今天我的爱因因斯坦店生意更火爆。小妹妹，你这么小就会做章鱼小丸子，好棒！这小丫头粉雕玉琢的，可可爱爱，好想吸一口。她妈妈也好好看，难怪女儿这么漂亮。季野在旁边都急眼了，把我和女儿护在身后，生怕被人抢走。第N天摆摊很成功，摆摊加入一个新成员，